嗨，大家好，又是一天。现在啊，每天早上啊都会看天气预报。以前我是从来不看天气预报的，因为我想，下雨也好，天气好也好，每天照样还是这么过。出门呢，反正就是开车，点到点，最多呢就是带一把雨伞，撑着雨伞呢走短短的一段路啊。但现在呢，出行方式改变了啊。其实也不是啊，其实呢，就是每天呢，养成了一个骑行的习惯。最近啊，天气比较多变，快到端午节的时候了。经常下雨，今天我看了看天气预报啊，居然一个礼拜啊，每天都是下雨的这样的一个预报。虽然有时候呢，因为不同的区域啊，下雨的这个概率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呢，每天都是有天气预报下雨啊，确实呢，让我们出去骑行啊，就会变得比较麻烦。但是呢，今天如果说我们只是短途啊，去骑一下，半个小时。不超过1个小时的话呢，我想也并无大碍。大不了呢，在回家的路上啊，淋点雨，然后呢，回到家以后就冲个凉也就完事了。所以，只要它在我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即便是像现在这个天气是阴的啊。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抱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明知要下雨，还是呢要骑行。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应该了解到啊，当时为了要满足自己这种骑行的需要啊，曾经呢也是在村里头骑过共享的单车啊，后来那个共享单车没有骑2天呢，就不能进村了。然后呢，又试着骑了一下我从来没骑过的电动单车啊，也是共享的牌子。发现了一些电动共享单车的一些好处啊，价格呢真的不贵，骑回呢几块钱。我就发现啊，它对那些有通勤需要的人，比方说他早上要赶着去上班，等不及那个bus姗姗来迟，他就呢租一个共享的单车，花几块钱呢骑
起伏的交通中心去搭地铁。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省力啊、省时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出行的方式。但是呢，对我来讲啊，试了2次以后，就发现其实起不到任何锻炼的作用，它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有氧的运动啊，来使得这个身体这个机能啊，身体就像一个大的化工厂，里头呢运转起来，产生各种的代谢，转化成各种的能量，最后呢让你的机体啊，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就好像我们大家都了解啊，我们每天呢都是要吃喝拉撒，这个话说起来有点俗啊，不大好听，但这个恰恰是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需要。我们每天呢都是要从我们的嘴巴里头摄取啊营养，就富有营养的这些食物，而且还要营养搭配啊，不但要有这些蛋白，还要有纤维素，还要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营养成分啊。那么它进入我们的身体以后呢，通过我们的肠胃的消化吸收，然后呢就通过我们的血液搬运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来满足我们身体各个地方的细胞的一些对营养的需求。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新陈代谢啊，其实都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完成。然后我们的细胞呢也有不同的作用啊，比方说我现在骑车，它需要什么呢？肌肉的这些细胞的工作，它利用这个身体的能量啊，然后呢就成了我们骑行的一个动力。同时呢，它也会排出一些副产品，比方说这些乳酸，它就来不及这些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肌肉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骑行、跑步、做那些体力的活动、运动之后呢，会产生肌肉的酸痛、酸胀，这个就是乳酸在起作用。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们的神经细胞，我们的神经元，它就好像我们体内的一个巨大的互联网，把各种信息，把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的意念传导到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啊。它也通过运动，通过感觉来支配我们的身体，或者感知外面的世界。那么它的总司令部就是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中枢，它就是由无数的神经细胞串起来的这么一个信息中心。任何一个地方啊，只要出了问题了，它可以妥协一时，有时候会让人感觉有些困顿，有时候呢会让你生病，甚至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工作啊，来反击那些外面来的异物。比方说最近我们的新冠病毒，就是它侵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呢，我们的机体利用我们的免疫系统
奋起反击。但是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在对抗那个外来入侵的病毒的同时啊，它有时候也会敌我不分，就会同时损坏我们的脏器啊，损坏我们的身体，整体的一个系统都会出毛病。那么如果那些人的身体啊本身就有一些疾患，器官的一些功能呢已经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啊，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各种各样的慢性病的时候呢，就你的这些脏器啊承受不了自己的免疫系统的保护性的这样的一种攻击，那么就会出现脏器的运作方面的困难，严重的话呢就会造成脏器的衰竭啊。我们医学上有很多吓人的名字，比方说会造成肾衰，就是肾脏的功能不灵了。那么我们老百姓知道的要去干什么呢？可能就是要做肾透啊，肾的透析。那我们有些人呢，心脏不灵了，我们叫心衰啊。这个心衰的话呢，当然非常可怕，因为我们的人的所有的这个血液啊，它就是靠心脏这么一个泵来24小时每分每秒不间断的这样的工作啊，它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血液携带我们的营养和其他的一些物质呢到达我们的全身每一个角落啊。所以一旦心脏不工作了，衰竭了，那么我们的人呢也完蛋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脏器啊，肺啊，对吧？甚至我们的脑子啊，都会出现衰竭。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呢就离完蛋不远了。所以今天啊，骑着呢，已经骑到了东义路啊，也跟大家呢做了一些医学方面的粗浅的科普。刚才说了那么多呢，其实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尽可能的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各个脏器的功能的完整。所以我们的人呢，要想保持健康，无非呢就是3个方面。第一的话呢，就是要摄取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有些人呢会偏食，就喜欢吃某种东西，他忽略了有一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啊，它有一些像纤维素啊，像一些这些呢没有什么太高的营养的成分，但是呢它其实也是对身体是有益的。有些东西呢它虽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缺了是不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的元素呢，它是在各种不同的食物里面，所以呢长期缺乏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维生素的缺乏，那么会造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首先呢就是一个营养搭配要均衡，根据我们现有的生活条件呢，不需要买太贵的东西，做到均衡呢其实是 OK 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身健体，它是一个持续的，
这么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心血来潮去骑了几十公里，就觉得我的身体就好了，这个是不存在的。它必须呢是一种运动，最好是一种能够带动全身的一种运动。比方说像游泳，像跑步。但是游泳呢，它需要一个游泳池，需要这样条件。长跑或者说慢走，每天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当然，自行车的这些骑行，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一种健身的一个运动。关键呢在于要保持。还有一个呢，就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总觉得我营养够了，我每天要锻炼我的身体就一定是 OK 的。其实人呢很奇妙，除了需要满足我们的心脏的功能的需要，它就必须需要有更强的动力的来源，也就是我们身体啊要能产生各种能量来维持我们身体整个的运作。同时呢，我们还要满足我们的大脑，这个是我们人类到现在大概已经明白几%吧，这里头特别复杂的一些思维方面啊，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在当医生的时候呢，以前也学过一个病叫神经官能症，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它并不是因为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不知不觉啊，我们已经又来到了义库的边上。那我今天呢是有意骑到这边来的，因为呢，我想再从这个义库里边穿过去，穿到金山大道。但今天不是去宜家，而是想到宜家在前面的地方呢去兜个圈。其实也是没事找事啊。就是为了增加一些骑行的里程，那么同时呢，也看看有没有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啊。好，绿灯了，我们就可以过去了。上次也给大家来专门拍过啊，左手边呢就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湖，还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可以骑上骑下的一个小坡，让你不用抬着车上下。骑到这边呢就特别舒服啊。对，我还想起来啊，上次在这边见到了一个单车铺啊，所以呢，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单车上面的一些维修啊，应该就可以找到那个地方啊。但是那些小毛小病呢，作为一个男人啊，自己都应该搞得定，所以呢，也未必就需要找别人来帮忙。凉风习习啊，虽然是悠哉悠哉的这么骑行，但是呢，两条腿啊，它还是在努力向前蹬着这个脚踏啊。
我一骑出这个门呢，我就发现我其实肯定又是搞错了，所以我还是向另外一个方向骑行，因为又走回到东一路上面去了。所以刚刚说到啊，这个骑行呢，它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的机能啊变得更和谐啊，更强壮。在这个过程呢，让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么大的一个化工厂啊，它产生能量啊，排除这些废物呢，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啊，同时呢也降低我们的能耗。哎，好像这里就对了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左手边呢就是宜家啊，没事我就特地去转一圈。这边呢有个全家，在前面呢有一个 7-Eleven 啊，香港人叫 7-Eleven 叫七仔，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蛮亲切的。左手边那个蓝色的建筑物呢，就是宜家了。所以说了半天呢，还是希望大家呢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啊，找到符合自己身体，在医生的建议底下啊，能够呢去做一些健身，也包括养生。健身和养生呢相结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啊保持相当的健康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你才有更多的这些条件啊，去享受生活，或者呢，继续拼搏。我今天呢，就是要骑到这个金山大道啊，看一看呢，想去一个地方，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啊。我记得有一回呢，好像我曾经路过一个专门卖房车的一个公司啊。唯有这一段路呢，稍微有些冒险啊，因为它必须要穿过这个路口，才能够到达我要去的地方。
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叫金山园啊，也是一个工厂区吧，或者叫产业园啊。你看这边有个牌子还挺大，叫金山产业园。果然啊，这边有个上汽大通房车，骏宝行房车生活家啊。因为在祈福啊，看到太多的这房车，完全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今天就来参观一下，请教一下啊。